乡村的空气有点甜，风景也充满诱惑。朋友打电话说杨梅熟透了，刮风全掉在地上，再不来劲你就尝不到杨梅味了。他种的杨梅有几个品种，纯天然种养的。过去我们常说的城乡差别，如今都倒过来了。就是喽，乡村在变，变得让城里人羡慕。别吃了，再吃就让人笑话了。树顶上还有那么多，估计只能留个风去享受了。其实不打电话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来品尝杨梅，看它的盆景。有认识这棵树的吗？看看这个叶很小，枝生长非常密集，这就是典型的小叶病。除草剂随着雨水被根吸收，改变了树的生长机能。一旦树被污染，是很难逆转的。这棵枣树算是废掉了。鸟的叫声真好听，曲径通幽啊！再等几年，这些银杏树就可以挂果了。这里有几亩地，全部都用在培育盆景的装材上，主要是新品种的繁殖和培育。对盆景新品种的开发，也是今后盆景发展的一个方向。这里是培育的老芽和金刚子的新品种，培育新品种是最需要时间的。已经嫁接成活了，估计明年可以挂果了。紫薇生长快，但是紫薇的叶很大。现在玩紫薇主要是光花为主，把它嫁接改良成小叶品种，做成盆景，它的前途是很广阔的。这就是个野生栀子花，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装型。嫁接培育成既开花也结果的栀子花盆景，观赏的价值应该是很高的。播种繁殖的松树苗，再等几年就会定型制作了。有土地就好，但要充分利用。利用土地，能培育出有价值的盆景素材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主人。这一点非常佩服朋友的眼光。这放养不是走到绿化的了。它里面还没看纸的，我看了哈。里面的还没看纸的，只高级。这是个豆瓣放养了。这放养其实可以的，这纸好硬扎。这个品种可以的，豆瓣放养。养五就要把它挖出来，这些分一下分。这些放养种了有10来个年头，桩头都不小了，没有把它们利用好，再不对它们进行制作加工，真的只能做绿化装材了。来了不空手回家哟！看中了一个黑松，挖回家试一下。可以看着你是香根呐。松树出了休眠期，在这个季节把松树种活，能用一些什么方法？这些都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。今天的主要目标是看那个榆树。1年没见到它了。对的啊，就是压到的了。压到过来吃吧？你看到的。长这样丑了。好。那又要摘的。喏。那天气凉，我人把它摘。就这一棵，这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改造的那个大榆树，长得真快。这个主干的过渡已经形成了，可以上盆养了。还是要先把它裁一下，要不然又像去年一样长过头了。补的这个枝也长到位了，
可以把它裁掉须顶和前后处置。树看完了，松树也挖出来了。对对，你看个头就几好。磨米个多少包啊？我搞个天气太热的了，不好当了。这不是抖，你搞我抖不了？我不跟你抖了，你是打死了，我跟你抖么去了？不好。气温太高了，这个季节的盆景要早晚浇水，尤其是下山桩要做遮阴处理。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把这个黑松先处理一下。我是三全农场，下期见。